我是还在休假的杰瑞，所以这周就不会有花园工作的 vlog 啦。但是我决定来补上一期来自 Eric 植物课的复习笔记，将近20种大花葱的生图对比讲解。现在你们看到的呢，正是上个星期花园里各种大花葱在花园不同位置的应用。接下来呢，我会依次去讲解，会涉及到它们花球的高度、形状、颜色、原产地、习性、复花性等等。那所有的大花葱一些共同的特性可以先说在前面，它们都是来自于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的植物，大部分的耐寒性呢落在了4到8区之间，几乎都喜欢全阳、沥水性好、干燥到湿润的土壤，养护偏于简单容易的。因为葱科植物天然具有的刺鼻性味道，它们又是很好的防鹿、防兔子的开花球根花卉，是不是更赞了呢？并且它们是一个很好的在春末夏初开花的一个叫做 filler flower， 也就是说在最早春郁金香、水仙花那一波开花的植物结束之后，到真正的盛夏盛放到来之前，大花葱就是这样一群可以把这个中间的空隙填补起来的一大群，可以供选择，易于规划，复花性几乎很高，非常可靠的在秋天可以播下的球根花卉。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会附上几张我在网上找到的集多种花葱的花球、花膏、花色以及开花时间的一个对比总结分析图，记得看到最后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挨个看一下每一种花葱植物吧。先讲一颗唯一的正蓝色花葱石青 Allium Caesium Xamium， 它的花球大概膝盖高，乒乓球大小，球形紧凑饱满。接着咱们来讲4种白色花葱。首先是同样大概膝盖高，乒乓球大小，球形紧凑饱满，而花瓣呈白色的 Graceful Beauty， 美国本地的品种，有粉红色的花药，花开时叶鞘不明显，看它就很好的藏在了台阶的底部。接着 Caritaviense 宽叶花葱，有少有的独特叶鞘，花球有脚踝到小腿高度，乒乓球到网球大小，球形也是紧凑而饱满，而颜色可以是粉色或是脏粉色，是在开花时有非常独特形态叶片的花葱了。看它在花园里被应用到不同的历史花园区域，产生一种非凡的花园效果。接着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颗巨型花球系列中的白花葱 Allium stipitatum， 有品种 Mount Everest 和品种 White Giant， 这2种很难分辨，长得几乎一样。它们的花球大概有我胸以上的高度，每一颗花球的直径呢约有我手掌那么高，也就是大概6个英寸，非常大的花球了。而每一颗球呢也非常的饱满，白色的花瓣下面花房呈绿色。 Eric 说这是一个非常长期可靠的花葱品种，所以也可以看到在花园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的身影。而它在开花时的叶相呢算是比较显眼而邋遢的，所以可以考虑用别的宿根植物进行遮挡。最后一颗花葱呢来自 Allium nigra， 这是一颗伞状花型的花葱，高度大概齐腰高，网球大小，有饱满的伞状花，花是白色，子房先是绿色，后会变成黑色，这也是它的种加词 nigra 的来源。而它在开花时候的叶相呢也是比较显眼的邋遢，可以考虑用别的宿根植物进行遮挡。在我们的停车场附近，它的旁边就种了很多别的堆起啊、搜苏之类的植物进行根部的遮挡。接着从它的另外一个颜色的表兄妹品种 Pink Jewel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粉色花葱系列，它是不是也很漂亮呢？所以跟刚刚那个白色的品种一样，大概齐腰高的球，网球大小，饱满的伞状花型，而花瓣呈粉红色，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品种。在入门处的长条花茎里可以见到很多它的身影，可以看到它的叶子也是比较显眼的。你要说邋遢呢，好像也可以接受，但可以看到也有不同的一个遮挡的处理。OK， 接下来几乎是一颗一眼就把我给迷住的球 Allium Christophii 波斯之星，它算是中大型的球了，我想说可能有1000球左右的大小，花大概有膝盖高，是一个有空气感的圆球状，而它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我想形容为金属玫瑰紫而它的六芒星花朵在尖尖的花苞时期就早早的探出头来，花柄也比较长，它的叶片呢几乎就是黄调蔫调不太看得到了，所以可以很轻易的遮挡起来。
可以看到它在花园里到处伸出不同的它的大脑袋。OK， 下一颗 Purple Sensation 紫色轰动是我差点没有拍到就要过了花期的，它也大概是齐腰高，网球大小，有空气感的一个圆球状，是一个经典的浓紫色。 Eric 告诉我们，这个品种呢在几年后复花性会有所降低，需要更换一些新球进去，而它的连座枯叶呢是属于不太易被发掘的情况，但是在花园里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程度的遮挡。接下来我们来到切花花园，看到这里大片大片的 Alien Purple Rain， 这一朵实际上是刚刚介绍的 Christophii 和 Purple Sensation 的杂交结果，它几乎遗传了双方父母的优势。它大概齐腰高，有铅球的大小，也是一个有空气感的圆球状，也是比较经典的浓紫色。而你们所看到的这些花是在20年跟21年陆续被种下的，可以看到它的复花性还是比较可靠的，可以看到它的叶片也是比较邋遢，可以考虑遮挡。接下来是我自己想要拥有的 Ambassador， 超级伟岸可能有我胸以上高，以我为比例，最高的花可以跟我差不多高，然后我是163左右，整个球打开的时候直径有我手掌那么高，也是另外一颗巨型花球系列，非常非常饱满的圆球状，非常浓郁的紫色，而它在花苞阶段呢又有非常有趣的苞片托住花苞的一个状态，而它呢又是来自于 Gigantium和 Stipitatum， 也就是刚才的白花葱的一个杂交，所以看到它也遗传了两方父母非常优良的基因。接下来是跟 Ambassador 几乎同样优秀的 Gladiator 角斗式紫花葱，同样是中高型，大概有腰到胸以上的高度，直径也是约我手掌这么高，非常大而饱满的圆球状，经典的紫色，可能比刚刚的 Ambassador 矮一丢丢，花球更有空气感一丢丢，稍微浅色一丢丢。据 Eric 说，这是极度可靠的复花品种。眼前的这一群呢，已经在这一片 Winter Shrub Border 花境里存在了10年以上，它的杂交来自于同样的上面2位父母。接着介绍几颗紫红色的大花葱，首先是 Alien Atropaparium，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有空气感伞状花的花葱球，大概齐腰高，网球大小，我愿形容它为一种李子的黑紫色，有黑色的子房，可以看到这是它在历史花园里的效果，而它的叶片也是比较邋遢一点的。Atropaparea 在被杂交之后呢，形成的一个品种就是眼前的这几株 Alien Miami 迈阿密紫花葱，大概也是齐腰高，网球大小，有空气感的伞状，花的每一个部分呢都比 Atropaparium 就是它的父母略大，也是一个更可靠的品种，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这种杂交品种。可以看到它的根部也不算是超级邋遢，还可以接受。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迈阿密和 Ambassador 的一个对比。接下来也是不得不提非常特别的 Alien Schubertii 舒伯特花葱，它的高度大概是小腿到膝盖高，但是整个花开满的时候有大概一个足球那么大，它是一个绽放的烟花形状，非常非常特别而漂亮。而花通体呢，我愿意形容为玫瑰色，有很长而不同长度的花柄，不管是作为鲜切花还是干花，与其他的花葱一样，都是很好的花材。它来自于地中海中亚区域，所以它是喜欢非常干燥和热辣的夏天的可以看到它在花园的不同区域都被广泛的应用，不算是一个惊喜吧。接着来2种比较特别的花葱头，首先是 Alien Tripidaly， 大概齐腰高，开花的时候约网球大小，看我这里拍到已经是它开花过了，我愿意形容它的花型为鸡头米型有粉色的花，花柄较短，一株只有1花，它是非常挺拔的，在历史花园里有一些。而另外一种跟它略微相似的是 Alien Bulgaricum， 也大概是齐腰高，花完全打开的时候大概有巴掌大小吧，每朵花比较像是垂吊着的铃铛，花瓣上有姨妈红的条纹，蜜线的长相也是非常的有趣，在池塘花园和 potting shed 旁边的种植床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最后就是2种可食用的葱花啦Alien
Schuenoprissum，就是我们平时有在吃的细香葱，它的花大概有小腿到膝盖高度，大约乒乓球大小，有些花是平底圆球状，有些是鸡头米形状，可以是粉色，也可以是浅紫色，花柄几乎是短到看不到，而整朵花到叶片都是可食用的。我以前的视频就拍过，我把我自己吃剩的葱插到阳台的花盆里，然后它就开出了紫红色的花，其实就是它。而最后一颗就是 Allium sativum 大蒜，可以看到它的叶鞘是很独特的，是叠加向上的结构。而大蒜一般分2种品类，一种是开花抽苔，就是我们吃的蒜苔，而另外一种是没有的，而它们相应产生的大蒜就会不同的形状。OK， 这就是今天的大花葱内容啦。我在东岸买到的很可靠的大花葱种球品种的资源呢，来自隔壁新泽西州的花圃 Longfield Gardens， 他们也有一些文章和图片很详细的讲解这些大花葱长相上和开花时间的区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花友们的资源，所以我就附在这里供你们参考啦。他们最近也正在进行 15% 的秋季提前预定的折扣，我要赶快去抢一些啦。那我们下次见。